今天我们来聊聊眼下台湾观光业正在经历的巨大转变。每年2月，对上班族来说，本该是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紧凑的连续假期让大家终于有机会出门走走。你是否发现，今年长假的时候，桃园机场人山人海，全家拖着行李箱奔向登机门，而曾在疫情期间挤满本地游客的风景区，现在却冷冷清清。高速公路白天依然塞满车潮，但入夜后，许多观光热点的旅馆灯火却暗了一半。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：大家疯狂出国，导致国旅一片惨兮兮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先看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。2025年，台湾出国旅游人次高达1894万，创下史上新高纪录。同时期来台观光的国际旅客却只有857万左右，出境减去入境，等于一年竟流出了超过1000万人次的观光客。观光业者形容这是逆差首次突破1000万人大关，更是台湾观光史上从未见过的巨大落差。要知道，在疫情前的高峰2019年，台湾全年出国人次也不过1700多万，入境旅客约1100多万，两者差距500-600万人次左右。如今这个差距竟然暴增到1000万级别，相当于台湾总人口接近一半的数量竟跑到国外去了。有人打趣说，今年出国的人多到好像全台湾最后一个人离开时记得关灯，虽是戏言，却道出现况的一般。数字上的观光逆差不只是人头的流失，也是钱包的流出。根据观光署推估，2025年台湾观光客在海外的消费减去国外旅客在台湾的消费，净流出金额高达新台币7000多亿元。7000亿是什么概念？这几乎相当于台湾一年国防预算的2倍。换言之，本来这些钱有机会花在国内的饭店、夜市、小吃店和观光景点，带动在地经济，如今却变成了日本的餐饮营收、韩国的免税店业绩，或者泰国、越南的观光收入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国人出国也带旺了本土的航空公司、旅行社、机场、免税店等产业。没错，出境潮对某些业者是利多，然而对更多台湾本地旅游相关的店家而言，这场出国热潮更像是一场寒潮，大批潜在顾客消失不见，留下的是门可罗雀的空房和冷清的商圈。然而吊诡的是，官方统计另一头却亮起了繁荣的数字。交通部观光署公布2024年国内旅游人次预估突破2亿2000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表示平均每个台湾人一年国内旅行将近10次。表面上看来，国旅并非没人参与，反而相当热闹。但数据热闹，业者冷清，旅宿业者却纷纷大喊吃不到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矛盾？答案就在于旅游形态变了。统计显示，高达 75% 的国内旅游是一日游，也就是当天往返不过夜。换句话说，人们还是在国内各处趴趴走，风景区停车场假日时依然爆满，但天黑前大家不是开车回家，就是赶高铁北上南下，宁可夜奔，也不愿留宿他乡。过夜率大幅下滑，旅馆民宿的房间空着，自然挣不到钱。难怪有网友调侃，住宿贵到回家睡，甚至戏谑，官方是不是把出门逛个超商也算成一次国旅，才有这么夸张的人次？没错，住宿太贵，正是不少民众对国旅的最大怨言，甚至连主管观光的官员都不得不点头承认。2025年10月，观光署长陈玉秀在立法院备询时坦言，国旅有3大问题，其中之一就是住宿费太贵，这样的价格让国人不想在国内过夜。究竟国内住宿有多贵，才会把旅客都吓跑？不妨来听听民间的声音。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吐槽，饭店1天的房钱几乎是我半个月房租，真的非不得已不想住。另一人附和，高铁来回的钱都比住宿便宜一半，我干嘛花冤枉钱留一晚？还有人直言，旅宿业把国人当肥羊在宰，卖那么贵谁要住啊？甚至抱怨有的饭店连基本备品都不提供，还要加价购买，服务却跟青年旅馆差不多，让人觉得花钱买罪受。这些辛辣的发言道出了许多国人对国内旅宿业的不满。当然，也有业者喊冤，
我们的平均房价其实并没有涨翻天据官方统计，2024年全台旅馆平均房价约为新台币2960元，比前一年还下降了35元。民宿平均房价约2405元，也比前一年降了100元左右。价格不升反降，为什么旅客还是嫌贵？问题出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。调查显示，多数民众心目中2天1夜国旅行程含交通住宿的合理预算大约在3000出头，但实际上稍有品质的旅宿一晚就往往要2-3千，再加上油钱、门票、吃饭等开销，一趟玩下来动辄上万。也就是说，国人觉得国旅贵，不仅因为钱花得多，更因为花费和体验不成正比，所谓 CP 值太低。有人举例，花1万元在台湾玩，只玩到30分的开心，但花2万元出国却能有90分的满足。相比之下，当然觉得把钱砸在国旅上不值得。同样一笔预算，是在垦丁住老旧民宿，吃价格翻倍的海产，还是干脆多贴一点飞首尔逛街，吃米其林美食，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后者。价格问题长期存在，但今年国旅市场的急速冷却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，疫情过后选择变多了。回想2020到2022年间，国门紧闭，国人闷在岛内不能出国，于是报复性国旅爆发。当时不管花东山林、离岛海岸，或是观光工厂、游乐园，到处人满为患，一房难求。许多人虽然嫌贵，嘴上抱怨，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踏遍全台。毕竟不玩白不玩，钱再贵也只能花在国内。旅宿业者正是在那段时间赚得盆满钵满，甚至习惯了旺盛的本地客源。然而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繁荣，就像饮下强心针，药效一过反而更虚。2023年开始，国境逐步解封，大批国人终于重获飞往海外的自由。从那一刻起，国旅的黄金泡泡瞬间被戳破，被压抑许久的出国欲望如洪水决堤。人们重新发现，原来去日本看樱花，到泰国潜水，去欧洲远行，这些梦想并不遥远，而且相较之下，价格未必比在国内玩2天更贵。特别是日元汇率近年来大贬，台币对日元汇率一度创下10年新高。去日本吃美食、买电器反而比在台湾买还划算，诱得旅客一趟又一趟飞向东京、大阪。于是我们看到2023年出国人次飙破1100多万，隔年更上冲到将近1900万，一举超越疫情前水准。而同一时间，本国旅客入住旅馆的人数却在下降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假期和预算就这么多，出国与国旅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此岸与彼岸。过去被迫压抑的出国，渴望每多实现一次，留给国内景点的时间和金钱就相应少一次。除了货比货的结果，国旅遇冷还有更深层的结构原因，可谓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首先，台湾地小，交通便利，长久以来，国人习惯了当日来回的旅游模式。不少人早上开车上山看云海，傍晚就能赶回家吃晚餐。高铁通了以后，北高两端跑一趟也只需半天时间，方便是方便，但也养成大家能不过夜就不过夜的习惯。长远下来，本地旅馆业者其实早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，假日一窝蜂，平日空荡荡的情况尤为明显。多数上班族特休假有限，只能集中在周末连假出游。观光署的统计指出，国人假日出游的比例接近70%，这导致什么后果呢？需求极度集中之下，热门景区逢价必塞，旅馆房间一房难求，价格水涨船高。但一到平日或非旺季，游客锐减，一些观光地仿佛空城，许多饭店淡季时住房率不到2-3成，大量房间闲置，却仍有固定成本要扛。据统计，全台旅馆业2024年平均客房住用率仅约5成，也就是有一半房间每天是空的。民宿平均住房率更只有 25% 左右，旺季赚不了几天，却要贴补全年。这使得业者不得不在少数几个旺日狠狠涨价，试图把淡季没赚到的统统补回来。长久下来，国内旅宿业形成一种淡季饿死，
忘记捞过头的怪圈，您或许也发现了，每逢跨年、演唱会、花季、车展这类活动，附近旅馆价格就飞涨。有立委调查发现，台北西门町有旅馆平日房价900多元，但碰上巨星演唱会，竟飙到近2万一晚，涨幅高达10倍。这种趁机杀价的行为，短期看业者盈利了，但也在无形中伤了旅客的心。正如那位立委所说，房价玩这种手法，国人当然都往国外跑啊，谁愿意当盘子呢？再来，成本结构的问题也压得旅宿业苦不堪言。旅馆是重资产行业，房租、设备、折旧、人力等固定成本占营运支出的70%以上。近年来，商用不动产租金水涨船高，旅馆业却无法转嫁到平日时段，只能硬扛。例如，曾经台北知名的5星级饭店六福皇宫，租金从2000年每年2.9亿元一路涨到2018年的4.9亿元，18年涨了近70%，最终不堪负荷，只好熄灯歇业。而疫情期间，边境封闭将近3年多，不少饭店民宿几乎零收入，全靠贷款和政府纾困勉强挨过。有业者苦笑说，疫情没把我们弄倒，解封后反而快被压垮。为什么？因为解封后客人虽然回来一些，但已远不如从前，同时原本暂时冻结的人工、水电、维修等成本通通跳回原价，甚至更贵。在疫情爆发前，全台旅宿业者约有 1.27 万家，到了2024年反而成长到 1.55 万家。许多是疫情期间新兴的民宿业者，房间总数也比以前多了 6.6%， 供给增加，需求却减少，市场竞争更趋激烈。按理说，供过于求应该会促使降价，但碍于固定成本压力，很多业者宁可顶着高房价门可罗雀，也不愿低价抢客，因为降价只会更亏。更何况，台湾多数旅馆规模不大，很难以量补价，唯有靠几间高单价的房型来撑收益。这就是为何在官方数据中，有约 21% 的旅馆房价远高于平均价，而大多数小型旅馆反而低于平均价求生存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。简而言之，中低价位的旅馆拼命销价抢客，但赚不到钱，高档旅馆顶着高价吃少数高端客源，整体市场呈现一种畸形的平衡，看似什么层次都有，却都各自艰难。说到人力，也是国旅品质的罩门之一。如今旅馆、餐旅业普遍面临严重缺工。根据调查，有70%业者表示，至少有1到3成的员工缺口。人手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服务品质跟不上来，可房价在旺季时又不可能因缺工而打折，结果就是旅客花了大钱，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。多少人在连假期间住饭店时，有过以下糟心经历：大厅柜台大排长龙，等了半天才能办理入住，房间打扫不及，到下午3、4点还进不去，早餐餐厅人满为患，补餐速度赶不上客人取用。一位旅客抱怨，周末住某观光饭店，一晚将近1万元，但除了床铺和热水，其他什么都得排队抢，感觉还不如在家睡觉舒服。这种品质与价格不相符的体验，正是国旅让人气馁的原因。有网友一语中的，国旅的问题不完全在高价，更在高价背后没有高品质。当大家一次次失望而归，下一次干脆就不来了。面对本国旅客嫌弃国旅纷纷出走的窘境，观光业者和政府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。那么他们各自想出了哪些招数来自救或救市呢？先看业者方面，有的开始调整策略迎合新的市场，例如有些高级饭店干脆转型做 staycation 宅度假营销。既然你嫌出门玩麻烦，那就主打入住，饭店本身就是一种旅游，推出各种饭店内的娱乐设施，下午茶、美食节，让客人即使不出饭店也能玩上一天。也有业者搭上风潮，配合政府振兴方案提供平日折扣，鼓励大家周一到周四出游，或者针对本地年轻人推出清明假专案，网美打卡布景，试图改变国旅过时的刻板印象。至于民宿方面，则更积极强调在地特色和温馨体验，强化住在民宿等于深度体验当地生活的吸引力。
希望以这种人情味来对抗千篇一律的商业饭店。不过效果如何，还有待观察。毕竟现实是残酷的。观光署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台民宿平均住房率只有不到 25%， 比前一年还下降了2个百分点。许多民宿业者已撑不下去，选择退出市场。有媒体报道，今年花莲、宜兰一带出现民宿求售潮，不少民宿老板挂出出售告示，表示观光雪崩，生意难为，忍痛割爱。这些地方在疫情时可是国旅炙手可热的圣地，短短2-3年光景就繁华，不再令人不胜唏嘘。政府这边呢，面对史无前例的观光逆差和哀鸿遍野的国旅业者，也祭出了一系列双轮驱动方案，试图内外并进，挽回颓势。一方面加大力度吸引国际旅客来台。在观光署的报告中，我们看到好几项诱人的计划标题，什么国际旅客重游台湾加码，国际会展旅客顺道观光奖励，国际旅客奖励旅游补助，甚至连国际级演唱会支持方案都端得出来。原来政府准备砸钱补助旅行团、会议团体来台旅游，还打算补贴主办世界级的演唱会、体育赛事，以吸引外国粉丝飞来朝圣，可以说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只求把人给我骗进来。另一方面，为了重振国旅，观光署与各县市合作推广台湾观光100亮点计划，把全台各地特色景点、节庆活动包装宣传，希望民众发现原来家门口还有这么多好玩的没去过。而针对大家最在意的住宿问题，政府也试图改善。例如有立委建议应该平衡假日与平日的价格差异，推出平日旅游奖励，鼓励民众平日请假旅游，减少周末爆量情况，让房价不要周末暴涨，平日暴跌。行政院甚至拍板通过开放移工投入旅宿业，希望引进外籍劳工，疏解饭店缺工的人力荒。如果能有更多服务生、访务人员，相信对提升旅宿品质有所助益。不过此举也引来部分质疑声音，万一外劳进来，业者更不愿提高薪资，是否反而压低本国劳工意愿，无法真正解决根本问题。可见政府虽然端出不少牛肉，但要让国人重新爱上国旅，重点恐怕还是体验品质能否实质提升，价格能否回到合理水位。当然我们必须承认，有些结构性的挑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，比如两岸观光交流的中断，就是台湾观光业近年来的一大隐忧。回顾2015年前后，来台湾的陆客一年有300-400万人次之多，占当时入境观光客将近40%，是许多旅馆、观光巴士、土产店的主要客源。但由于两岸关系变化，陆客团在2016年后骤减，近年更因疫情与政治因素而几乎归零。即使在边境重开后，北京当局对人民来台旅游仍有限制，导致2025年来台的大陆旅客仅约 63.7 万人，远远不及陆客巅峰时期。这块大饼少了，台湾试图从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市场找人填补。确实，东南亚旅客这2年成长不少，例如来自菲律宾、越南、新加坡的观光客都比往年多了好几成。但各国旅客的消费习性不同，过去陆客喜欢疯狂扫货，团进团出，带来的是大笔购物财。新南向国家的旅客则以自由行为主，消费较分散且规模有限。此外，全球各地都在抢观光客，台湾面对的竞争比过去更激烈。像日本在疫情后大举宣传欢迎回来，短短时间内外国游客量已恢复到接近疫情前水准。南韩则靠 KPOP 与影视魅力成功吸引邻国年轻族群旅游朝圣。据统计，日本赴韩旅客人数增长迅猛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观光话题性略逊一筹。我们固然有宝岛之美，但如何让国际旅人看见，是一门学问。政府砸钱补助只能解燃眉之急，要靠观光赚进真金白银，最终还得台湾自己拿出独特的吸引力来。聊了这么多，我们再回到一般民众的角度，如果下一次有个3天连假，你会怎么选择 A 在国内找个风景区走走，顺便住一晚当小旅行， B 请多2天假凑成5日，
飞去日本、韩国大 shopping 一番 ，C 哪里都不去，在家耍废、休息、省钱。也许每个人的答案不同，但从目前的态势看，大多数人正倾向于选择 B， 飞出国去。毕竟没有谁对自己的祖国没有感情，只是荷包与期待，让大家用脚投票罢了。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公司经历，原本公司计划办员工旅游，考虑在垦丁4天3夜，但预算吃紧，行程普通，员工兴致缺缺。后来旅行社试算发现，干脆改去日本4国5天4夜，团费竟然差不多，玩得还更丰富。结果公司爽快改定日本行程，员工们一片欢呼。这故事听来好笑，却正是当今国旅困境的缩影。国旅的吸引力竟不如出国旅游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出国反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感。试想，当国内不少观光地的物价已直逼国际大都会水准，服务和环境却没有跟上脚步，消费者自然把目光投向海外。与其周末花6000块在日月潭住老旧饭店，不如再添几千买张机票，去更遥远的地方，看更大的世界。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台湾国旅已经走入死胡同，无药可救了呢？倒也未必。对许多国人而言，出国好玩归好玩，但家乡的美景美食仍有无可取代的地位。我们爱抱怨，是因为期待值高，因为恨铁不成钢。其实台湾本身拥有相当丰富的观光资源，高山大海，距离短短数小时车程就能兼得。美味小吃夜市文化更是别的国家难以复制的魅力。我们的旅游软实力也在进步，例如近年来许多青年返乡，经营特色民宿、农村体验，打造有温度的旅行方式。各县市也开始推出自己的慢城、小镇漫游，吸引过去只爱出国的人重新认识土地之美。或许现在国旅正处寒冬，但未尝不是一个契机，逼着业者提升体质，逼着政策痛下决心改革。例如调整国定假期制度，鼓励分流休假，若能让国人平日也方便出游，就能缓解假日人挤人的乱象，进而让旅游品质提升，价格趋稳。再如发展多元化旅游产品，跳脱千篇一律的行程，让本地的玩法更多元有趣。只要价有所值，相信大家未来仍然愿意把假期留给台湾。总的来说，台湾观光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前所未见的观光逆差，出国人潮汹涌而去，本地旅游产业哀鸿遍野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也是一帖清醒剂，让我们正视积弊并寻求改变。如果国旅能在品质和价格上找回平衡，再加上稳健争取国际旅客回流，那么今天的困境或许就是明日翻身的契机。反之，如果听任现况恶化，不愿改善服务，不愿调整策略，那恐怕台湾许多美丽的角落将继续沉寂下去，旅馆民宿一家家关门，观光人力加速流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是否还会选择留下来，慢慢品味自己的岛屿？当长假来临，你是会兴奋地收拾行李飞往国外，还是也愿意看看台湾正在变得更好？台湾观光的下一章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期盼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终能以崭新的姿态再次抓住旅人的心。